Hello，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来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这是一档为中文爱好者提供的中文播客，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学到各种与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的话题。如果你对此感兴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上一期的视频意外的收获了比较多的关注，然后我还处于一个震惊之中啊！我第一次收获了一个小小的 viral 视频，但是也不能算是第一次收获吧，因为我的第一条正式的视频呢，表现力也还可以，那条视频也还不错，只是后面我可能分了3个 section，就是有分了3个 playlist，然后每一个视频的方向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自己学习了一下 YouTube 运营的一些策略，好像在早期发展频道的时候，分了太多的方向呢，这会让算法比较困惑，就是不知道该把我推向哪个人群。可能推的这个破也不对，那我收获的这个 impression 它不高，那看的人他就不多，也有可能吧。所以呢，因为上一次的视频在短时间内就收获了比较好的数据，我就和 GPT 老师聊了聊。GPT 老师说，我需要趁热打铁，然后推出一个系列，让算法记住我这个标签。所以这一期的视频我又继续来做播客啦，这还是继续1个小时的播客内容。因为上一条评论里面有人说我能讲1个小时，好像有一点 impressive，但是1个小时的讲话对我来讲还是比较轻轻松松的。我的记录是30个小时不连断、不间断的话题，当然那是和朋友一个 free talk。好的，那我今天点了1杯奶茶，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杯比较普通的珍珠奶茶。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每年的秋天开始的时候，然后各个中文的社交媒体上面就会有一个新的 tag 叫秋天的第1杯奶茶。我不是一个奶茶爱好者，所以我不会去赶这个潮流。但是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突然想喝，就是想念这种植脂末的味道，想念那个珍珠的口感，所以我点了1杯。最近呢，中国的电商平台上面这种外卖折扣券也特别多。以前这杯奶茶可能要买个10块钱，现在的话送到家也只要6块，还蛮便宜的。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偷工减料，我也不清楚，我已经很久都不喝了。我还有个不喝的原因是因为我家以前开过奶茶店，突然就说到奶茶这个事情，我有一点点想法。很多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比如说他有了10年的工作经验，他突然离职，他突然发现人生是旷野的时候，他想要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很多人的创业第一步就是开一个实体店，但是开实体店真的是九死一生，尤其是大环境、经济环境不好的环境下，现在竞争这么激烈，我从来不会有去开这种店铺的想法，因为我们家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还在我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家就开店。我爸爸是一直在单位里面上班的，然后呢，我妈妈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想找一些事情做，所以呢，她就在我爸爸工作的那个国企单位里面承包了一个小门面，然后在里面开店，卖一些日用商品啊，烟啊、酒啊这些东西，所以等到后来我爸爸离开了那个工作单位，我妈妈又开了一些其他的店铺。从一开始开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是苏州地区，它附近有很多的工厂，那工厂比较多，人流量也比较多，所以呢，那个时候一开始就是开的奶茶店。
早期的奶茶店、鸡排店的生意还算不错，因为一条街上的话，它只有一家或者两家。等到大家发现啊，这个钱好像蛮好挣的，哪怕就是房租已经涨到一开始的10倍或者20倍的时候，他们也愿意去借钱去开设这样的店铺。等到我们家关店的时候，那条街上已经有20家鸡排店和奶茶店了。我妈妈当初是非常舍不得把那个店铺关掉，因为她一开始开的时候还是让她赚到一些钱，所以她就觉得做生意呢，做一点小生意呢，她不会那么累，也不会那么忙。但是等到闭店的时候，我妈妈她一个是竞争实在是太激烈，第二个是那段时间也是中国的各大外卖平台开始上线的时候。然后他们早期需要，就包括现在，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外卖平台，它会收取一个高额的费用。这样子的话，你接的外卖单比较多，以量跑量的话，这个样子你就是薄利多销嘛，你到最后还是可以维持一定的水准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妈可能这个店铺的营业额快速的缩水到最后都要入不敷出的同时，外卖平台还要来加收一个像是一个压榨你的一个费用，他就受不了，所以他就拒绝使用外卖平台，那就导致了到最后别人都已经用外卖平台跑出量的时候，我妈妈还在接电话，就是来接外卖单子。这个老人啊，就是哪怕就是说你中老年人做生意，你也得跟上时代的潮流，对吧？关店也已经10几年了，所以呢，那个已经是老黄历了。这个因为我们家开过这个奶茶店，我就很少喝这个奶茶店、鸡排店、食品店，哇，很累，也很脏，也很辛苦，所以呢，可能就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太爱吃的一个原因吧。好嘞，今天的话题呢就是 How living abroad changed me。那上一期的视频呢，我有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是如何从中国，然后去了日本，然后又从日本去了德国的。我前前后后在日本和德国待了7年多吧，对，7年多的样子。这7年的海外生活肯定对我是有改变的。我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有问过我几个好朋友，他们有些是和我一起去日本，但是我去了德国之后，他们还留在日本，但是最近也已经回国了。那也有朋友呢是还留在德国的，就是和我一起去德国，他们还留在德国的。我就有咨询一点点，我说你们觉得日本和德国改变了你们什么呢？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观念上面的一些改变。这个是大家就提到比较多的，就是他们说的观念上面的改变，是觉得原先可能觉得自己这辈子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跟父辈来讲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出入。但是等到人在海外待了很久一段时间之后，自己也已经换了各式各样的工作，生活也已经趋于稳定了之后，然后他们就觉得啊，自己的人生有无限可能，就是我还可以过这样的日子，我还可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思想上面的这种观念变化是比较大的。那这方面的话，我突然就在想，我好像没有，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走的和大家不一样的路子，所以我这一点不太会有。不过呢，在和大家聊天的过程里面，我就是也能够感受到自己其实在这些年的变化，就是德国和日本或者说就是整个这样一个海外的生活对我自己个人的变化的话，我可以归纳为3点。第一点呢，就是独立。我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但是呢，就是出国生活，把你放到一个很陌生的环境里面，就迫使你更加独立。那所以我说，就是独立，可能我之前的 level 是4，
那我现在独立的 level 那可能就是10，我是完完全全独立的一个人了。因为我很独立，所以我就习惯了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我一开始去日本的时候是和2个不认识的中国女孩子一起合租的，但是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矛盾就出来了。有一些生活习惯啊，就是大家呢都是小孩，其实都是很年轻的、很稚嫩的，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一个事情。我觉得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社交问题吧。我觉得和别人合租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没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如果你是一个同理心很强的人，你会想着别人，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冒犯了别人啊？比如说晚上我就是想要看恐怖片，那对方说你看恐怖片声音太大了，影响到我，那我就觉得不太好。所以呢，我到后期就跟别人合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坚决的我说我一定要独居，哪怕这个房子再贵，我都要一个人住，这是我的底线。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说一时独居一时爽，一直独居那就一直爽呀。对的，就是独立和独居，其实有一些人说他独立的话，对吧，比较独立吧，但是独居才是真正的独立。这是我们独居人士自己的一个想法。比如说在日本租房子呢，外国人租房子会比较难，有很多房东他不愿意租给外国人。就是日本，就是你要租房子的话，你要找一个中介公司，他帮你提交这个申请，然后房东审核一下你的资料他觉得可以，那就租给你；不想要租给你的话，那就不租给你。我住在日本的时候呢，我住的算是比较远，因为我的大多数朋友不是住在涉谷，就是住在新宿，要么就是住在学校附近。我还是住在东京23区内，我是住在山并区，然后我住的那一站它叫做 Ogikubo 迪洼站。我其实现在回头想起来我第一次就是到那边去居住的时候，我也是无意的，我对这边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但是当时中介找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会很感激。就是我后面又居住了不到2年，我觉得这个地方超级好，它很安静。然后在1公里的范围内有几家便利店，不同的便利店，有 Family Mart 也有 7-Eleven， 然后呢有邮局，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有邮局，然后有银行。然后关键是这个 Aki 附近，它这个站的附近呢，它又有大的超市，有大的超市，有商场。对，它当时是有一个 Lumine 的商场，这个就很好啊。你比如说你下课了，你还能回家的路上还能在这边逛一逛，去超市里面买点东西，去商场里面逛一逛，看一看，然后呢再回家。但是我的朋友们很少来我家玩，就是因为他们说我家太远了，他们会说我家太远了，因为比如说从学校坐电车，然后坐到 Ogikubo 站的话，它是30分钟。那你30分钟之后下来走路走到我的 apartment， 还需要走路30分钟，很多人就受不了。这个路程的距离大概是1.2公里吧，但我觉得实际走下来可能有个1.5到2公里这个样子。对，但我是个很适合走路的人我很喜欢走路。就是你每天就是比如说你从电车上面那种熙熙攘攘的那种拥挤的状态，然后突然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然后走在路上一个人又没有什么人的，然后你走在路上自己思考一段时间，或者听一集播客。那个时候我听了很多很多的播客，因为经常走路，所以我听了大量的播客，听了大量的节目，听了很多的英语节目。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后面我去德国培训的时候，即使我没有这样一个全英文教学的背景，但是我能听懂的一个原因，在前期还是应该有了一个大量的输入的过程的，在日本的时候。然后呢，对，每天就是这样过。
我很享受这样独居的生活。我在日本的时候呢，独居的时候没有碰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我经常会忘记带钥匙。我记得我们家是住在1楼，因为我们那一栋楼上面一共有4户人家，然后楼上2家，楼下2家。我住的那一间呢，它算是比较大的，它有2室1厅吧，然后卫生间都是干湿分离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家还算比较大，它有40平。然后它2个室的话，一个是洋室，一个是和室。我是住在那个榻榻米的那一间的，然后榻榻米那一间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壁橱。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分手的时候，自己躲在这个壁橱里面哭了1个月，对吧？那你一个人住的话，你哪怕哭1个月都没有人管你哦。我也没有住那种一栋楼上有很多户人家的那种楼，对吧？这个都是随机的，我并不是特意挑选了这一家，而是我当时去的时候，中介手上只有这么一家，然后那个房子的房租是10.5万吧，10.5万日元。2016年的时候，那我说这个距离嘛，我也能接受，这个价格嘛，我也能接受，然后我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就很开心，超级开心的一段时光。我经常忘记带钥匙。对，我就说，我后来就想到，我们家那边其实是没有门禁的。那你说我都没有带钥匙，或者晚上忘记关门，那夜里面有什么醉汉啊偷摸溜进我家该怎么办呢？哇，我现在回想起来会有点后怕，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会忘记，因为日本的那种门，我住的那一间房子呢，它那个门呢，你是要转一下那个锁的，它才能够关上。我就经常忘记掉，但是还好无事发生，然后住的还蛮开心的。临走的时候，我把我的房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每一个产品都卖掉了，什么洗衣机、电饭煲、床啊之类的都二手卖掉出掉，有人要么就要，没人要么就给二手公司给他收走。但是最后我的朋友也帮了我一些，其实我临走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把我的东西都，我就相当于就送给他们，他们就拖走了。在日本的话，搬家还是比较烦的，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要了，你扔都没有办法扔的。好像在德国也差不多，但是在德国又是另外一个光景。我记得我当时从德国回国之前的时候，我一共是用了3个二手网站。对，因为之前有在日本搬家、跨国搬家的这种经历，我把我所有的个人商品，我把我所有的个人的用品呢，都通过这种运输公司，然后都运回国内。然后剩下来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不想要的，那我就是在开始之前的最后的3个月开始，我就是每天就在二手网站上面卖东西，每天都在卖。但你不卖，你就还得花钱去处理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卖掉会比较好。有的时候就是半卖半送，日本是这样子，但是在德国，因为我已经前面有过这样的经历了。就是德国会更加简单一点，我是全部都卖掉了，对，连衣服都卖掉好多，连我不穿的鞋子我都卖掉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在日本的时候，我会比较喜欢去买某些品牌的衣服，然后这些品牌呢，它在那个时间段会比较流行，它还算是一个奢侈品牌的2线或者3线的这样。然后呢，去德国的时候已经被我穿烂了，都有人买。就是所以就说嘛，所以就说你看大牌就是大牌，大牌哪怕烂了，法拉利永远都是法拉利，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这个是形容就是男性的保值程度的啊，就是在中文网络上面会形容这个男性他很帅，或者他很有魅力，哪怕他老了他还是有魅力。所以就是说法拉利老了都还是法拉利。那我运用到这里呢，意思就是说它大牌就是大牌，你哪怕就是已经穿烂了，它大牌的商品，你到最后卖个50欧、70欧，还是都是被秒完的。对，我就是刚刚上架，然后就是被别人买掉了。我在德国居住呢，一开始没有住到郊区去，
我其实去了德国呢，最后我发现我其实是比较适合生活在郊区的一个人。一开始我住在慕尼黑是住在市中心，大家不知道，就是我感觉大家应该不知道，就是德国租房子，慕尼黑租房有多么的困难。哇，虽然我没有，还好，说到这个，我其实租房子没有经受过太多的困难，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烦，我有一个底线，那就是我不合租。那我不合租呢，我要租一个租金合适。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对德国哪里概念也不是很多，就是对德国对慕尼黑也不熟悉，也不知道到底该要住在什么地方。这个时候呢，就是有问过一些人，或者也去实地去看了一些房。哇，我就去看了一些合租、群租的房子，就觉得大家活的都不是很容易啊，我真的太痛苦了。所以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个同事吧，他在市中心租的房子呢，他要退租了，然后就问谁要，我就去看了一下，我觉得还蛮好的。它不是很大，它只有20个平方，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一居室，在 Marienplatz 步行10分钟的地方。对吧？地理位置是很好的，但是呢，距离我上班有一点点远，然后租金比较贵，会贵很多。然后呢，我当时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就租下来了。我想了一下，对比就是要流落街头的这种恐惧，那还是先承担着这个高房租吧。我在那边差不多住了1年吧，一年之后，我想要搬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决定了，我每个月都要背包出行，那我就希望靠机场近一点，因为除了飞行的时间，我其余时间都在德国以外的地方玩，那我租着这么贵的房子，它好像有一点浪费，我就想要搬到郊区去，靠近机场一点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德国的找房网站上面找到了这家小木屋，介于就是慕尼黑市中心和机场中间的这个地方，我很喜欢这片地方。但是我喜欢它不是从一开始就让我喜欢的，我是生活在这里之后，每天发现一点点它的好。就包括我住在日本迪洼这一站的时候也是，我一开始对这个地方我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呢，我就慢慢的每一天都发现它的美，每一天呢，在地图上发现一个新的地标，然后我想要去探索一下。我很喜欢看地图，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一点事情看，这也是自己独立的一个特征，对吧？你生活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是要找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医院、市政厅，然后便利店呀、药店呀都在哪里，对吧？因为超市很重要，对。然后呢，你就每天去探索一下啊，就是我会很喜欢，对我特别喜欢。然后住在德国郊区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住的那一站，我住的那个附近呢，有一个 castle，有一个城堡，然后从我家去这个城堡的话，它要走6公里，我基本上是2天走一次，因为去这个城堡要穿过一片树林，德语里面叫 Wand，我特别喜欢这个单词，我就觉得这个单词实在是太美了。因为你如果说你没有穿过这片树林，你没有实际的一个经验的话，你是感受不到这个单词的美妙之处的。这个树林它就是很常见的一片树林，就是德国应该很常见。那大家呢经常会把这片树林呢当做一个健身的地方。但是德国的树林和我们中国不太一样。其实我现在住的这个附近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森林公园什么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我们中国会给树刷上那个防虫子的那个白色的液体，那个就很像绿化带。就是我从小看起来的话，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一看就是中国的树林子，就是看着就会不太一样。
德国的湖可能会更原始一些，然后再加上这个树种的不同，我很喜欢杉树，因为它很高，它很高之后，它就会显得人类很渺小。就是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你走在这种杉树林里面，对吧？这种杉树林，这种树林里面，静悄悄的，人也不多，穿过这片树林，然后你就看到一个特别美的一个皇宫。这段经历其实我还蛮喜欢。夏天的时候就更好了。夏天呢，我一般会拎着2瓶啤酒，我会背着一个小书包，然后书包里面放着一本书，或者就是戴着耳机，然后呢背着2瓶啤酒或者汽水，然后去那个皇宫的草地上去晒太阳。这些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其实就是回想起来，我现在会觉得很美妙，但是在当时前几年的时候，每当我一个人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能够100%的享受这种孤独。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还是希望就是说有人跟我一起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就是对同伴的那种渴求。但是现在就不太一样了，现在的话，哇，我会觉得一个人真好。现在我会觉得一个人真好，这就是成长的意义吧，对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当初极度渴求的，比如说亲密关系，比如说友情，我都已经在过去的几年间获得过了。然后就是当你需求的东西，你大量的获得了之后，然后那我又有了新的境界，我有了一个对比，我就发现那些也只是我想象中的好，其实最终还不如一个人去独自享受呢。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包括我现在独居，我对象家其实和我家离得不是很远，然后呢，我爸妈家和我家也离得不是特别远。我会比较享受现在的状态，我一定要有我一个人独立的空间。我会觉得那我在家没有任何人来干涉我，我想起得早一点，我想晚睡一点，我想今天看什么电视，我想要今天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人来干涉我。这种环境下也比较方便自我对话，你可以自己去剖析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去对比。比如说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沉静心下来，没有任何人来打扰你，你也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对吗？又因为呢，就是我不能和别人同居，就包括是我的父母也是，我觉得不能和他们一起居住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一个高敏感人。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其实我以前我不知道我是一个高敏感人，但是呢，我知道我自己很会看脸色，就是这种脸色呢，被我看的就是有点莫名其妙。就是日语里面这种事情叫读空气，那中文里面呢就叫看脸色。那谁的脸上挂了一点点细微的变化，我都会敏锐的观察到，然后我就心里面就会有其他想法，我永远看的比别人多一点点。这种事情呢，就是让我觉得，会引发我很多的内耗，就是把我的精力分散到这些事情上面来。所以我不太希望就是自己过多的被这些东西拉扯了我的精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坚定的独居的一个原因。不住在一起，大家都是好朋友；住在一起，那可能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了。我从小接受的那种教育，就是欧美人的那种独立。我不知道在海外，大家就是近2年会不会也会感受到，其实媒体灌输给我们的那种刻板印象，会阻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那很长一段时间，我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前期还是需要通过纸媒这种传统媒体来接受到外面的信息。我们小时候会经常读一本杂志叫《意林》，这是一本中国的杂志。那个杂志上面就是把中国以外的国家都会形容成一个天国，形容成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美丽的国家，然后就会说国外有多么的先进。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国外的月亮都是圆的，对，
你只有在自己的国家你看到的那个月亮不圆，但是国外它连月亮都是圆的。这明明就是一个常识，但是没有办法，你在海外你看的你在国外你看到那个月亮都会比中国圆一些。就是长久以来的这种一个潜移默化的规训或者就是影响吧，就是让我们从小对海外有一层很深的滤镜，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就会觉得他们很好。就是我们长久以来会接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欧美国家，我这里面特指欧美国家，可能包括日本啊，不太确定。就是说，欧美国家18岁的小孩就会被父母踢出家门，你就要独立了。哪怕你们家是一个很有钱的地主或者很有钱的富豪，但是你18岁你就会被踢出家门，家里面没有你的位置了，没有你的房间了。对，这是我们中国孩子90年代生活的孩子们就是接受到的一个信息。然后呢，就是哪怕到2025年了，这种讨论它还是长期存在的。但是呢，就是到了近2年的风向有一点改变，因为在中国出去海外生活的人也有很多，又包括互联网的发展，那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面去共同分享看到的、见到的、听到的事实。你以前那种公知或者译林里面，只能通过小小的这种媒体渠道灌输给我们的这些知识，那都已经不管用了。我们大家现在是自己有眼睛的，我可以自己去看，自己可以去体会。在德国住的时候，我的邻居她是一个巴伐利亚州本州的姑娘，她是一个本地人，算是她一个人也住在这里，但是每个月她的家人会来接他，帮他购买物资，同时，因为他没有洗衣机，所以每个月他会就是拎着很大很大的一个行李箱，把这箱衣服带回家去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大家都会说啊，你过了18岁，大家就不管你了啊，你的家长、你的家庭就已经完全不管你了。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全世界的父母都是一样的，都会为了小孩子着想。都会舍不得自己的小孩儿，对吧？哪怕他可能就是很小的事情，他没有洗衣机。然后呢，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边界感，就是我从海外的生活，尤其是这2个国家给我的感觉就是边界感。我觉得日本人的边界感的话，有一点点偏向于冷漠，就是对你的漠不关心，就是对别人的漠不关心吧。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感觉呢，说的冷漠好像有一点点负面的评价这个国家，但我不想要这样说，我只是说，就是从我生活里面的一些状态，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自己来看，就是这个国家它的边界感在什么地方。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我的好朋友身上的，不是我自己身上的。但是呢，我有类似的，不像他这么极端，所以我要举他的例子。他有一次分手呢，就在电话里面接到了他对象的分手电话。他当时正好是在这个日本的超市里面买蔬菜，然后是在那个冷藏柜面前。然后他就在那边选东西，突然就接到了他对象打给他的分手电话，他当下有点受不了，然后就蹲在了这个冷藏柜面前哭，然后哭了差不多20分钟吧，可能就是在他当下哭出声的那个1秒钟之内，他说他面前或者就是他2米的范围内，所有的日本人就像被按下了暂停键，大家就真的就停在了那里，然后看了他一下，然后1秒钟之后又被按下了播放键，大家恢复如常，去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对吧？工作人员继续忙自己的，那比如说买东西的还是买东西，有一些被他身后挡住的这个物品，那别人也是绕着他东西拿一下。他就坐在这个冷藏柜面前哭了20分钟啊，是带着声音的这种哭，没有任何人上来问一下你怎么了，也没有人
就是干涉他哭，或者就是指责他哭了之类的，可能有嘀嘀咕咕吧，但是那种环境下他也已经顾不得了。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日本人是不说话的，你干什么你只不要烦恼我就可以。对，这就是日本人的边界感，这是从我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来看吧。我是讲的，这是一个宏观范围内的整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反应。那比如说你真正的个体对个体的时候呢，我又会觉得其实人都是一样的。我有很好的日本朋友，跟我同龄的，就是年纪一样大，我会觉得说，没有任何不一样，只不过大家说的语言不同。我们在现阶段的困境都是相似的。可能是有一些就是从小接受的观念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这一代我是感觉相差不是特别大。我也有同龄的韩国朋友，我会觉得我们也差不了多少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也有可能都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欧洲认识的，可能本身境遇经历就已经相似了。那你如果拿着那种在中国一直出生长大，没有这些海外经历的人来比的话，他可能差异性会更大一些。这是日本给我的一个体会，一个印象。然后德国的这种冷漠呢，对比日本的话，反而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适应。说实话，一开始，尤其是涉及到两性关系里面的，也有可能我遇人不淑吧。就是我之前和德国男朋友谈恋爱啊，就已经谈了6个月了吧。有一次因为想要干什么，请他帮个忙，然后请他帮忙的时候呢，我就说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付一下40欧元，然后他让我转账给他。我说没有问题啊，我转给你，但是我转给你的话，今天转要明天才能到呢，你能不能今天就帮我先垫了？他然后就不理我，他直到第二天到账了，然后他才帮我处理这个事情的。这个是德国人的一个边界感吧。这个事情呢，我其实一直都不敢拿出来聊。这个，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说你们俩感情不深呀，对吧？你们俩感情不好，你遇到的这个人不行，那也可以说吧，他有他自己的原则，他的边界感很强。那谈恋爱归谈恋爱，事归事，然后这种小事的话，就是他需要处理吧。那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的话，他就是抠门啊，40欧哎！我心里想，都谈恋爱谈了快要6个月了吧，然后你因为40欧，你不信我？我最后的时候我有问过他，我心平气和的问过他，也就40欧，也不是一个大额的数字，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是我那个东西还在那儿，我只是让他帮我寄一下，寄的这个运费。那个东西都不止40欧，那个东西估计要4000欧呢，让他帮我寄一下，对吧？东西在他手上，40欧他不愿意，然后那能怎么办呢？就请人家帮忙啊，就把40欧，就是不要生气，等这个平平安安的把这4000欧东西收到之后，然后就 say goodbye 啊，永远都不要再见了。这个就是我觉得德国人冷漠的地方，有边界感吧。但是你说这个是德国人的问题吗？不，就有些，不管是哪个国家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所以和德国人没有关系啊，不一定是德国人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对比一下，就是中国人没有边界在哪里？就是我可以提出，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我觉得就是没有边界感，都已经冒犯到我的，就是我们本国人，我们自己国家的这种文化，让我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地方。第一个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就举这些例子。我父母家呢是住在6楼，他们一栋楼就一共就是6楼，然后呢，5楼的那户人家在5.5楼的这个楼梯这里放了很多花盆。他是5楼的人家哦，然后他在5.5楼的这里放了很多的花盆。
那其实挡住了就是6楼我们家走路的这个空间。本来我可以走2米宽的路，你现在把花盆放在这儿，不但就是影响了这个消防通道，那还减少了我这个就是走路的空间。它占了最起码有0.5米呀，那我现在就只有1.5米的路可以走了，而且还会碰到我的东西，对吧？你说了没有用的，说了之后第2天他把他们家不要的那个花盆又放上来了。关键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很多人他没有边界感的这种界限的这种概念呢，他没有这种边界感的概念。就比如说我的父母，人家都已经把花盆放在这儿放了半年了，他每次还说，哎，这人家的花长得不错，他还会这样讲。我说这人都已经占领你们家地方了，你还说人家花就是长得不错，他花长得不错挺好的呀，那他放回去养呀，对吧？那你就放回家长就好了呀，你干嘛要占用公共空间呢？关键是你占用的公共空间还是别人的公共空间，不是你们自己家的公共空间哎。你可以去占4.5楼的呀，那是通向你们家的路，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占我们5.5楼的呢？那是就是这个路是我们6楼的人才会走路的路啊，这个是第一点。第2点是我现在的邻居，我现在的邻居呢，就是他比我后住进来，他后住进来了呢之后呢，就是门口就是我们1梯2户，一个电梯呢2户人家使用。那我们门口的这个门廊，它是一个公共区，一个公共空间，它也不是很宽，因为我一开门的话就是直接的门廊。那就是电梯门口是有一块空间的，那个空间呢我也不想用，我从来没有放过东西，我该我的东西我就放在我自己家了，我也不会去占用公共空间的。但是我的邻居就把他的鞋架放到了这个不太宽敞的公共空间里面。我一开始就跟他说，我说那边有一块空地，空着也是空着，你如果实在想放东西，你把这个鞋架放那边去，对吧？那你不然这样子的话，你开门的话，它其实是不方便的。但是呢，他就说我放到那边去了，我不方便了，就没有意义了。我然后就怼了一句，我说你要有意义，你可以放回家呀。他们家是我的2倍大，然后他都要在外面占用这个公共空间，非得把鞋放到外面来，你就很奇怪的，就是我不能理解啊。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占用这个公共空间呢？这就是没有边界感，对吧？他只管他自己，你可以说他自私，就是自私。对，自私是肯定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边界感啊，就是没有一个，这就是我想要说的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一个点。这是其实2个例子是同一个例子。那第2个没有边界感的一个例子呢，也是昨天发生的。我其实已经离职了1年了，我在朋友圈也有发布过，对吧？但是你朋友圈发布了之后呢，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刷到朋友圈的，他也不是说这个人他就知道你离职了，我都能理解。中国呢，你比如说我们工作，它不像海外，就比如说我们工作还需要用到这个邮件，那工作上面的任何事情，你跟我公司里面的电话联系或者邮件联系，中国不是的。中国的微信这种社交媒体啊，或者就是即时联系的工具，这种即时的通讯工具，它都是公私不分的。那有一个人可能是之前我在商务场合认识的，发名片认识的，我已经离职了都1年多了，然后我们可能认识，就是发过名片，互相加了个微信之后，都已经2年多不联系了。他有的时候呢会给我发微信，我也没理过他，然后他会在突然就是某个私人时间，比如说昨天的8点钟给我打微信电话，就是打微信电话打了一个我没接，我都有一点被吓到，打了一个我没接，他是接着打第2个，然后我就问，你好，有事情吗？他说，没事啊，我想跟你聊聊。然后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我就立刻挂掉，把他拉黑了。
哇，这个就是没有边界感的另外一个证明。他没有事情跟你聊的，如果真正的有事情想要跟你聊，他一定会用文字跟你聊，因为会问得更清楚一点。这种不分场合、不分青红皂白就给你来一通私人电话的这种，纯粹就是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不管你想要干什么，我也提供不了这个帮助了，因为我已经离职了，对吧？所以呢，但是中国人为什么做生意很厉害？就是大多数的小生意就是靠这种私人关系紧密的联系起来的。为什么我会觉得说我在中国的职场里面越过越难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是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很明确的边界感的人，那我就受不了这种无时无刻没有边界感的人对我空间的侵蚀，对我空间的侵略，我就受不了。其实说到没有边界感这个事情，我又想要多聊一点，因为我特别喜欢看外国人到中国来旅行的这些视频。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外国人他们会说一点点中文，尤其是会说一点点中文的这些外国人，你到中国来旅行的时候呢，就是中国人会想尽办法给你套近乎。他套近乎呢，也不是说想要从你这儿得到点什么，他纯粹的就是想要给你套近乎，就会觉得说你中文好好啊，你是个外国人，我想要跟你聊一聊，就是这样的。有一些没有边界感的时候，就会直接问到你有没有对象啊？就是你们家里面几口人啊？你做什么工作啊？就是事无巨细的要问，这是中国人一个比较熟悉的给你套近乎的一个方式，就想要拉近和你的距离。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说，我跟你聊一聊这些关乎你自己的一些很亲密的事情的话，就会觉得我在关心你，所以呢，这能够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就是一上来就会窥探你隐私的这样一种行为。但是同时呢，这个东西就是现在在年轻人里面，我们自己也很讨厌。就比如说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有了这种边界感，那就会说我跟你都不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呢？东问问西问问。就包括之前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也很搞笑，我去了一个很小的欧洲国家，在一个很小的汽车站里面等车的时候，就遇到了就是中国来旅行的大妈大爷，然后呢，可能跟我父母年纪差不多大，也有可能比我父母年纪还要稍微大一点。然后他们上来就问，说你在干嘛呀？你在欧洲干嘛？我说过来玩呀。然后说你也是过来玩，你来了几天来着？我说我在这儿工作，所以的。然后那他们下去就说你在这儿做什么工作啊？你工资多少呀？这个就是很想比一比。他们一个是呢，就是说，我跟你聊了天，我知道外面的信息了，我回去可以吹吹牛之类的。我想啊，我觉得他们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那第二件事情呢，就会说听说你们工资很高，那你这么工资也不是很高嘛，他就要贬低你这种老登的思想，就要说来教育教育你。那第三种的话，就是可能他小孩也在海外，然后呢，他就想要说跟你对比一下。就是大概率是这么几种情况吧，我遇到的情况就包括我之前做 flight attendant， 在航班上面呢也会有遇到人上来就问我嘛，说你在这个德国工作，你的工资一定很高啊，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就上来问我工资的人，对，他可能就是没话找话，但是找的这个话题正好有我们年轻人比较抵触的一些话题。就我跟你都不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隐私啊？因为尤其是在海外的话，这种东西都算比较隐私的一些事情。现在已经好多了，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父母呢，他们也会就是被自己的子女教育，反过来教育，或者他们因为就是这种视频啊、短视频啊，对他们的洗脑，也知道年轻人不爱听这些，那他们可能有所改变吧，具体我不知道啊。我父母的话不会，我父母很少会问到这种事情。我父母也是跟我差不多一样很独立的性格。然后呢，我们家亲戚也不多，所以我也没有什么亲戚的烦恼。我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我自己对我自己的高要求。我们家庭里面对我从来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的，这是跟
我很多的朋友他们面临的困境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我想要说的啊，海外改变了我什么，这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呢，我想要说的是一个跟我们生活比较相关的，就是我的保险意识。我不知道现在就是多数人会不会有啊，但是我的同龄人他们没有这种意识的。对，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呢？这些就包括我的同龄人，他们其实也有去海外。对啊，他们也在日本待了几年啊，也有在德国待了几年了，他们没有养成这样的意识吧？我可能是我觉得这个保险意识可能是和第一点独立意识它是相联系的，因为我有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那我一个人生活，我的生活准则是，哎，那我已经决定了，我在这边住了1个月了，我觉得啊生活的还不错。那第一件事情呢，接下来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是打开地图，我就是每天看地图。看看我附近有什么，我会把一些重要的点都给标出来，然后找一个时间走路过去看看啊，到处看看，我要观察观察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适合生活。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特别喜欢去医院，就是我可能是因为自己独自生活吧，我有这个风险意识。那比如说，哎，我看到一个家庭医生在附近，我心想，哎，好像我家庭医生还没有注册，那我某一天找个时间去家庭医生那边注册一下正好去我正好有一个事情想要问问医生，我想要检查一下我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最近好像有一点点这个问题，我会经常去看医生。我不是一个害怕去看医生的人，但是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好多人都很能忍，哎，就是已经很疼了。就是已经很难受很疼了，他们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要找药吃，也不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要寻找情感需求。比如说他突然告诉你说我发烧了，我难受，他其实想要得到的是安慰，而不是给你提供解决方案。你看我其实是一个很理性思维的人，理性思维也会被理解成为一个直男癌，就是直男思维。我心想，哎，你发烧了你去看呀，你去医院看呀，对吧？那比如说我是个男孩子的话，我这样说我就是个直男，但是是女生来跟女生说，我心里想，那我是真的就是为你着想，就是提供这种解决方案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有风险意识的人，我可能一直就知道自己一个人生活，我一定要照顾好我自己，我会买充足的保险，坚决不让自己有这方面的不小心嘛，或者害怕。就比如说在德国的时候，经常会有第三方责任险，因为一开始去的时候，你跟前辈啊或者跟同事聊天，聊的有的没的呢，你都会觉得不重要。但是聊到这种事情，我就特别上头，我就特别就是沉浸的，我就会问很多问题啊，我说为什么要买这个第三方责任险啊？回来我就会查很多的资料，然后立刻就给自己备上。我就很害怕自己某一天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某个意外的发生而让我倾家荡产，我就是没有这方面的安全感。中国的医保已经很便宜了，那你至少有个什么毛病的话，你去医院的话，对吧？小事嘛，你可以吃点药扛一扛；大事的话，你如果没有医保，那就真的是倾家荡产的这种破坏性风险。包括商业保险，就是现在商业保险呢，它有各种各样的 title，就是很烦。我也知道很多人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买就扔下水了，他会不太舍得。但是我又因为我身边有活生生的例子，我就真的就是我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背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前年的时候，因为新冠引发的鼻炎，然后一直好不了，然后他就去医院检查了一下，发现是鼻癌的前期吧，就是鼻癌的，就是1期还是什么的，就早期发现的。然后早期发现了这个鼻癌，这做了手术之后呢，现在虽然很痛苦，但是因为他买了重疾险，然后给他赔付了50万。哇，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呢还是要有保障的，对吧？我会觉得说这个，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想要买保险，我我就是很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哎，对吧？我可能已经早就做好了我一个人过一生的这种准备，所以呢，我就希望自己给自己不要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某一个事情做得不好，
然后就导致了后期很困难。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总结下来的话，就是第一个独立，更加独立；第二个就是有边界感；第三个就是风险意识。可能是因为一个人在外面闯吧，这个风险意识特别的强。然后突然想到，我又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很好笑，就讲到在德国生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很玄学的事情。我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为什么。就是我一开始住在慕尼黑，就是市中心的那个 apartment 的时候呢，我后期为什么要搬走？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房租贵，还有一个是我就是夜里面也不叫鬼压床，它根本和鬼压床不相关。它就是我在那边后期的时候就经常做噩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做噩梦呢，它是会让我早上突然惊醒，然后惊醒就会一身冷汗，然后醒来了之后呢，我因为有一点点下颌紊乱，下颌紊乱就是你张嘴的时候，然后这个下颌呢，它会有一点这边的关节呢，它会有一点咯噔一下的这种，这下颌紊乱。对，我知道我有下颌紊乱，因为我以前整牙的时候，医生有说过，说我这个不是特别严重，那就不用太在意它。如果疼的话，那就需要在意了。但是我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的后期，就是搬走的前期啊，我为什么就是快速的想要搬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有连续3个早上被惊醒，然后我的下巴就歪掉了，就是我需要人坐起来之后把它手动的才能掰正，就很神奇吧？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会变成这个样。我还在想是不是冻着了，应该不是冻着了呀，我睡得挺厚实的，但是我自从搬走了之后就再没有这个问题了啊，所以我也觉得挺玄学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八字不合吧，对吧？今天我点的是一个奶茶三兄弟，它叫奶茶三兄弟呢，是因为这个里面有奶茶，算一个兄弟，然后有珍珠，也就是那种黏黏的木薯粉做的圆圆的，然后还有一个仙草，它是像果冻一样的，所以这3样结合在一起，它就叫奶茶三兄弟。不是特别好喝，但是已经很久不喝了，偶尔喝一下还会觉得不错。今天呢，就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些。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这里呢，我希望可以听听你们对就是这种跨文化的事情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可以告诉你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如何来看待这些事情的，包括说我作为一个30代的中国人，我对于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对吧？我们有些东西我们自己也不喜欢的。好啦，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今天这1个小时的陪伴。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或者建议，你可以留言告诉我。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请给我点赞，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聊天吧，拜拜。